你要维护好你的这个预交日。很多人没有办法善用 ERP 的报表来追踪你的交期，是因为我们没有习惯去把预交日给维护好，而导致这样子的困难指数。大家好，欢迎来到工厂幼幼班，我是工厂医生阿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采购管理的技巧哦，不是教你打单子，而是在 ERP 里面的采购管理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它有哪一些的功能一样没有特别针对哪一家，而是一个好的 ERP 它应该具备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第一件事情呢，要记得每一个采购之前呢，都一定会先有厂商的资料。那这些厂商资料的建立呢，应该会有一个模组去建这些东西。主要它在存什么东西呢？除了地址、电话以外，最重要的还有交易条件。什么叫交易条件呢？就是你跟他开始要做接洽的时候，你的付款的方式啊，比如说你是用电汇还是用支票，还是用现金，这都不太一样。再来呢，你的付款条件会是比如说月结30天还是月结45天，这个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跟供应商一开始在谈合作的时候，就要把这个交易的条件，你是用电费、支票还是现金，另外一个叫付款的条件，都先讲好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你看我跟你讲月结30天，这个会影响我到时候我在做我的应付账款的时候的时间点的一个区间那也是对于供应商来说是他收钱的截止日，因为不是他货交过来你就直接付现金给他这个状态是比较少的啦。我们企业在营运中很少用现金去跟厂商做交易跟买卖，除非一些五金零件，你可能就是到外面去一些大卖场买的时候就用零用钱支出，不然绝大多数你跟客户买原材料物料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些，不是支票就是电汇而且现在尤其是汇款的方式越来越多了，因为电子化的时代了嘛。好，那付款的条件指的是时间像是这个大部分都会是月结，但是月结以外还会有30天45天或者是60天资讯产业科技业搞不好还有听过那到180天的，这个都有可能。所以来自于我们跟供应商一开始的谈判的合约的时候是怎么做，这个事情呢，在供应商之间我们就要先把它建好。好，那因为这些条件最后到你的应收应付的时候是会有影响的第一件事是厂商的资料，接着我们还要再做的就是当有厂商资料之后，我们就开始会去跟他买卖。好的，我们现在有了厂商资料，就会跟他买东西。比如说，我要跟他买这个板擦跟他的排版笔，要买多少个？那买多少个以外，还会要知道要多少钱。所以在厂商的资料采购单里面，除了我要买的物品，重点是它的单价是多少钱，这个很重要。而且有时候还会因为你的数量不一样，价格会不一样，它叫做分量计价。那有的 ERP 有这种功能。分量计价的意思是，如果我买100个，可能是10块，但呢，如果是101个到900个、990个的时候，我可能是8块。那超过1000个的时候，我可能又越来越便宜。所谓的分量计价是，我跟你买越多，会越便宜的意思。那有的系统，有的 ERP 系统可以设定好这些，所以当你的采购单开出来是依据你这次的订单的需求开的量的时候，它自己会帮你算好那个价格那个系统你就很好用，你不用人特地去记忆它，或者是还要再写在 Excel 上面来做这些事情都不用而且它还会可以跟你记录，就供应商的价格是什么时候有效日开始。像最近可能很多的物料又会波动，因为夏天一来，电费一涨，物价就会在波动。比如说跟电有相关的行业，它就会告诉你的，我的加工成本变高了，本来是5块钱的东西会变成6块钱的，因为它涨价了。那涨价的时候就是价格的生效日。这也是很重要你给他一个物品的 A 物品10块钱分量计价，生效日是假设是5月1号，所以当你在拿采购单的时候，你采购单出现5月1号之后的日期，他自己会带这些价格，而且参考你的数量去帮你带出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的模组。当然不见得每一家都有，所以到时候你们在选择 ERP 的时候，可以去了解一下你的 ERP 有没有这个功能。那如果没有该怎么办就要再想其他的方式，能否利用也许是一些外挂之类的。
好，这是采购单的时候，我在开采购单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功能哦。好，接着呢，我们有买的东西传真给了供应商，然后跟确定说他有收到我的采购单。接着时间到，比如说交期是5月30号的时候，等时间到的时候，他就会把货交进来。那货交进来，我们在采购单的时候已经说好了，这个东西啊是10块钱，哦，那你跟他买多少个？所以你进货的时候，当你打进货单的时候，他就会勾稽它。进货单要做一个来源，叫做我是因为某一张采购单，所以我办进货。所以你只要勾稽到它出现的那个品号，它自己就会把你原本在采购单里面那个10块钱都带出来。数量有100个哦，所以你这次应该要付的钱是多少了？而且刚刚不是讲有一个付款条件吗？所以当下假设这个是5月30号进货，知道这个应付账款就是1000，他在你的单子确认的时候，同时间就会对应产出应付账款就会出现了，而且还知道系统可以帮你推估。假设月结30天，你是5月30号进来的，它可以帮你猜哦，月结30天的状态之下，你应该在何时要付这个款项。所以你在做你的金流的时候就知道时间点会很清楚，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把 ERP 拿出来做好好的运用你的现金流量表，是来自于你的账款的时间、交易条件跟付款条件没有设定好，不然系统它是自己可以帮你运算的哦。再来进货的很重要就是勾稽我们的采购单。那另外一个状态你可能会问阿季啊，可是我又不是一张单子，我日常有很多很多的张单子都在跑，像采购单。我一天可能开出去很多张采购单，有很多的厂商，我要怎么追物料？哇，这个就是有趣的事情了。其实 ERP 有这种功能哦。关于追料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善用 ERP 的报表。我们要透过 ERP 的报表的功能来做这件事。例如啊，我们可以应用 ERP 的厂商预计进货表。你看名字就写得很清楚了，它的主角叫厂商，意思是说我的某一个厂商，01A01这个厂商。他预计进货的资料是哪一些？你可以下个条件给他，例如说，我想要知道5月1号到5月30号这个厂商他应该交的东西有多少呢？那不就是这个厂商的排程吗？其实 ERP 就有，为什么会有呢？答案回到这第一题，第一题里面我们在下采购单的时候都知道你跟谁买东西，而且它会有一个叫预交日，在采购单上面就有。那如果他东西已经交进来了，自然这笔资料就会不见了。所以当你在报表下一个条件，就是 A01 厂商5月1号到5月30号没有交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去控制它的一个事项。那像我以前自己在做生管采购的时候，我就很常用这个报表来当成我整理好的时候给厂商的排程表。我同时间可以下很多厂商，我可以不下厂商代号，只下一个日期区间哦。那跑出来的资料就是全部的厂商。我再给他做一个排序，所以 A 厂商排在前面 ，B 厂商之后再截图跟他讲说，好，那这个就是你这个礼拜应该要交的物品。好，那当然这个有个前提哈，我们必须做好一个任务，你要维护好你的这个预交日。很多人没有办法善用 ERP 的报表来追踪你的交期，是因为我们没有习惯去把预交日给维护好，而导致这样子的困难指数，所以你就变成你还要再做很多的 Excel 在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太辛苦了哈。我自己比较喜欢，当我的采购单的交期变动的时候，我就会来做采购的变更，把我的交期给改掉。那我这样在跑这个报表的时候，它就会很准确了。所以其实一个小动作啊，就会让自己很好做事情。与其我再改一个 Excel 里面的资料，我回到 ERP 去修改，都是修改嘛。但我如果改的是 ERP，对我来说，我在整体上的资料在看都是很清楚的，而且我就是很擅长，就是礼拜一早或者是礼拜5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供应商应该要交货进来的东西，我都给他安排好给他了。所以通常我在追料都会很轻松，因为我很善用这个工具所带给我的一些好处跟便利。好，那这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要项。那当然，整个采购管理还有很多的项目，今天先跟大家分享最好用的这个追踪物料的方式。那如果各位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呢，欢迎下面留言跟我们讲哦。我们下次见，拜拜。